在戴口罩常态化的今天啊，对于只有 Face ID 的 iPhone 用户来说，买个 Apple Watch 用来日常解锁啊，确实可以算是一个刚需场景。不得不说，库克这个赚钱能力啊是真的强。但是万万没想到，在最新的 iOS 15.4 beta 版中 ，iPhone 呢它竟然支持了口罩模式的人脸解锁了，同时呢还能在口罩模式中进行人脸支付。这对于那些为了解锁买 Apple Watch 的用户来说，确实只能用这个心情来表达了。当然，除了用来给 iPhone 解锁，关于 Apple Watch 的功能卖点，大家第一时间能够想到的肯定是消息提醒啊、运动健康以及 NFC 这些等等。但你要说这些基础功能，其实200左右的首发也能够满足，续航和 NFC 甚至要比苹果更强。那么 Apple Watch 是凭什么支撑起3000元这个价位，能带来什么不一样的体验？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就大米个人来说 ，Apple Watch 到手之后，相对于其他手表、手环类产品，能够明显感知的一个体验区分就是震动。无论是旋转表冠时的短平快震动，还是消息提醒、闹钟唤醒等等 ，Apple Watch 确实是目前所有可穿戴设备里面做的最好的，没有之一。因为手表屏幕尺寸的关系啊，界面中的功能图标通常来说要比手机小很多。如果你单纯只是用手指去搓，那么难免呢会存在误操作或者说一些不确定性。优秀的震感呢，相当于是给手指操作增加了一个物理反馈啊，震感的好坏对于体验的影响就不言而喻了。而目前市面上大多数手环手表依然是嗡嗡的震动效果，差距不是一点半点。根据网上的拆解图来看 ，Apple Watch 内部呢其实有很大一部分空间都让给了这颗震动马达，大家呢就是续航这么多代过去了，依然只能1天1充。早上满电出门到下午6点，剩余电量大概只有50%左右。需要睡眠监测，或者说带着当闹钟，那么最好养成一个习惯，睡前充满电，然后再带上。实测充满电，睡眠模式带一晚上，早上醒来剩余电量大概是80%左右，这样呢不用充电，一天呢也没啥问题。所以如果你以前是用惯了手环类设备啊，比如说1到2周充一次电，突然切换到 Apple Watch 啊，确实会觉得挺烦的。应对方法呢，就是买一个充电支架啊，这样摘下手表随手往上一放，要比拿起磁吸充电头对准手表充电呢要更加方便些。当然，这代 Watch S7 充电速度表现还不错，从20%到充满大概在半个小时左右。所以在有限的空间下，苹果呢选择了保证最基础的1天续航来换取行业里面最好的震动体验。大家认为这个取舍值不值呢？或者说更好的续航和最强的震动，哪一点对你更重要？可以走一波弹幕。谈到这里啊，其实我们也能从 Apple Watch 上发现一些 iPhone 的一些发展方向啊，比如说初代的 Apple Watch 搭载了 Force Touch、Topic Engine 马达，到了第2年就沿用到了 iPhone 6S 上。Watch S4 开始 ，LTPO 屏幕已经在 Apple Watch 上进行应用了，并逐代成熟。从 S5 开始呢，苹果则是利用 LTPO 的特性加入了全天候显示，于是手表上呢就不存在熄屏这个概念，在你放下手腕之后，表盘呢会切换为黑底，屏幕刷新率会自动降低到最低的1赫兹。落实到日常的体验就是用 Watch S7 看时间，确实更加接近于传统的手表，基本上是无感的。比如说敲键盘、开车的时候，随手瞄一眼会比较方便。去年的 iPhone 13 Pro 系列上 ，LTPO 呢也正式应用到 iPhone 上 ，ProMotion 也是现阶段对于 LTPO 省电特性利用最好的一个。这一代 Watch S7 主要的变化呢是取消了实体售后诊断接口，改用了无线通信。一方面呢是提高了防水防尘的性能，同时呢也有可能是在为 iPhone 的全面无线化做准备。从1代到7代，苹果手表的系统交互变化并不大，所有的操作都围绕着触摸和表冠展开，整体流畅度在整个智能手表市场里面依然是 Top 1。最新1代的 S7 在打开各个应用的时候，基本上不存在加载时间，依靠苹果自身的软件生态优势，手表端呢也有一些质量不错的 App 啊，比如说关于一些健身类、睡眠监测类以及习惯养成类这些，都比较适合手表使用场景。但是，一些手机上高频使用的 App 在手表上的体验并不好。比如说百度地图只能看目前的位置，不能像自带地图那样放大缩小，也不能进行导航。最佳的选择还是自带地图啊，不仅可以和手机同步导航，转弯变道的时候呢也会自动提示，用起来呢会更加方便。再比如说大众点评只能看附近的餐厅和消费券啊，点开之后呢也只能看评分和地址，更多的信息还是得掏手机。看一些资讯的 App 也不是完整版，想要继续阅读也是得掏手机的，而且字体比较小，阅读体验呢也是不太好。然后呢，就是大家喜闻乐见的小美微信啊。如果你平时只是需要简单的收发消息，那么其实不用在手表上独立安装 App 啊，这点估计也是 Apple Watch 的一个优势。很多安卓手表默认呢只能显示通知，单独安装的最大意义在于不方便使用手机时，不仅可以收发消息，还可以手动选择联系人，看图片呢也可以用表冠进来缩放。但总体用下来呢，体验还是差点意思。比如说联系人局限在你消息列表里边，如果不在消息列表里，也是不能用手表发消息给对方的。
另外呢，就是聊天记录更新不及时，每次打开手表上的微信都是上一次运行时的一些消息记录，还要等他们更新一阵子才能看到最新消息。久而久之，微信在手表内的存储空间也会越来越大。所以对于手表来说，大多数 App 还是会被遗忘在角落，真正实用的还是应急恢复一些消息。支付宝、微信付款码，连接耳机听歌时，在手表上切歌或者选歌。另外一个提升幸福感的一个小细节呢，就是闹钟环节了。估计现在还有不少苹果用户每天早上被雷达音给吓醒。在手机上打开健康 App， 手动设置睡眠起床时间之后，手表呢就会熄屏进入睡眠模式，不会有任何震动提醒。闹铃时呢，则会给到从弱到强的震动和铃声。相比直接吓醒这个体验呢确实好了许多。不过这个模式呢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说闹钟响了之后，迷迷糊糊状态下按下了按键，闹钟呢就会直接停止，而不是进入小睡模式，有睡过头的风险表盘方面呢 ，App 内置可选类型也是有挺多的，有纯粹的时间显示，也有指针显示。不过就大米个人角度来说带小组件的指针表盘在时间显示上呢会有些不直观。理想的组合方式是设置一个简约的时间表盘，然后再弄一个带有小组件的表盘这样既方便日常看时间信息，在需要快捷功能的时候，只需要向右滑动切换一个小组件表盘就行了。当然，功能层面上，大米觉得 Apple Watch 最蛋疼的还是它的 NFC。200多块的小米手环都可以用手环模拟门禁卡，但是 Apple Watch 硬是不支持理论上，穿戴类设备刷门禁卡的便捷性是要比手机更高的，可以省去掏手机这个动作。不过考虑到 iPhone 也是无法模拟门禁卡的，所以说短时间内让 Watch 支持是不太现实的。有多少小伙伴是为了激励自己运动而去买了穿戴类的设备呢？可以走一波弹幕。对于日常不会刻意去健身的用户来说，苹果手表也在尽力让你运动起来。比如说，在你走路的时候，会提示你进入体能训练模式。开启之后呢，可以实时监测你的心率、配速、消耗的热量。在你久坐一段时间之后，会提示你站起来动一动。但有一说一这些呢，其实大多数手环也能够实现。对于真正想要好好运动的人来说，压根就不需要什么智能穿戴设备来提醒，数据呢只是锦上添花。而如果你是属于懒得动的用户，那么想要靠手表提醒来增强运动，那么大概率还是没什么卵用。买手表不会爱上运动，就跟买平板不会爱上学习，买 Kindle 不会爱上阅读是一个道理且勿盲目给自己创造需求。健康方面，目前 Apple Watch 监测的健康数据呢，都在手机的健康 App 里面能够查看，主要涉及到心率、血氧饱和度。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呼吸频率、心率变异性等等。目前国行版本也支持心电图监测。当然了，像心电图检测这些数据的准确性、权威性肯定是比不上一些专业的医疗器械的，但也不能过于依赖这些结果。但如果真的遇到心率过高、血氧过低等等，那么至少能在关键时刻起到一些警示作用。虽然说 Apple Watch 是智能可穿戴设备，运动健康为主，但它衍生出来的一些配件来看呢 ，Apple Watch 依然和常规手表一样，多了一种装饰属性。从材质的选择上来看，不锈钢版本呢要比铝合金好不少，屏幕盖板呢也换成了更加耐刮的蓝宝石材质。但是价格呢也贵了2000多，对于大多数用户而言，铝合金版本是性价比更高的选择。表壳的颜色选择上，对于7代手表来说，浅色表壳能够带来边框更窄的视觉效果，尤其是星光色，选择表带时呢也比较百搭。而尺寸的大小方面，找家实体店试戴一下是最稳妥的选择。型号的选择上，主要就看财力和需求了。目前只推荐 SE 和 S7 两款，更老的 S3虽然说在售，但是不值得推荐。S1 和 S7 最主要区别是屏占比，S1 边框更粗一些，不支持常亮显示，手腕放下后呢会熄屏，看时间需要抬一下或者说点一下。另外呢就是 S7 充电更快，支持血氧监测和心电图。但如果你仅仅是作为消息提醒闹钟看数据，可以买 S1 降低入门的成本，不差这800块钱呢，建议还是买完全体 S7。表带方面，回环式的运动表带是比较值得推荐的，材质柔软，佩戴存在感是最弱的一款，而且松紧呢可以无级调节。缺点的是颜色不太好看，而且会吸汗，夏天或者运动时更适合佩戴硅胶表带。更贵的选项里还有不锈钢和皮革表带，更适合不锈钢表壳，价格呢也翻了个倍，适合土豪人士选择。库克呢甚至还为家里有矿的朋友准备了爱马仕联名版。因为表带材质是尼龙和皮革，不太适合运动场景，还会附赠一根爱马仕橙色的硅胶表带。所以 Apple Watch 另外一个成功之处呢，就是涉猎面足够广泛，横跨奢侈品、科技、数码、运动健康这3个领域，功能完全一样的手表，价格能够覆盖3000到1万多。虽然在苹果的产品线中Watch 不像 iPhone、iPad 那么引人关注，也没有像 AirPods 那样成为街机爆款，但依然能在细分领域做到天花板级别。可能现在 iPhone 在综合的体验上和安卓旗舰打得有来有回，但是在智能手表领域 ，Apple Watch 的综合表现确实是强得很。但即便如此，很多人买了以后新鲜感一过，就把它放一边吃灰了。其实不止手表，只要是非刚需类的电子设备，都存在这样的问题。比如说 Kindle， 比如说 iPad， 即便是好产品，但也难逃干泡面的命运。
归根结底呢，还是因为这些设备的存在并不是帮助你完成原本无法完成的事，而是让原本能做的事情体验稍微好一点比如说消息提示、闹钟、导航等等对有这些需求的用户来说呢 ，Apple Watch 做得很好。但如果你对于这些功能压根不在乎，那么建议呢还是谨慎购买可穿戴设备。还是那句话，切勿盲目创造需求。如果你需要这些功能，但是没有接触过穿戴类设备或者说对体验要求并不高，那么便宜的功能全面的手环是入手的最佳选择因为即便以后放着吃灰也不会心疼。OK， 那么以上就是关于 Apple Watch S7 的体验分享了。喜欢视频的同学还希望能够给3连支持播，这是我们继续更新视频的最大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大家拜拜。